大家好，我是振三。很多华人都相信龙的存在，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龙，但不是中原的龙，而是西域地区关于龙族以及与龙有关的历史记载和神话传说。或许你会觉得这很违和，可等你看完整段视频后，你就会发现，在丝绸之路的大漠孤烟中，曾经隐藏了多少被人遗忘的古老秘密。当你走出玉门关，重新踏上那条古老的丝绸之路，途经高昌、燕齐，下一站便是龟兹古国。这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西域古国。根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就在这个龟兹国，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一带，流行着龙池生骏马的传说。这个传说的地标就位于天山深处的自然奇观大小龙池。传说在它南面曾经还有一座龟兹国的城市。在今天，你可以直接开车游览这两座龙池，它们的面积并不大，海拔3700米，由天山的雪水融汇而成，水质清澈，风景绝佳，形如人间仙境。既然地名1000年都没有变过，自然是传说这里住着龙族，而且这里的龙还有2个小爱好。第一个小爱好是，这些龙利用自己变化的能力幻化成马，来到陆地上与周边的母马进行交配，生下来的小马就是龙驹。这种龙驹脾气暴躁，没人能够驯服，但神奇的是，和龙驹交配后再次产下的小马就会变得十分温顺，可以驾驭了。所以龟兹这个国家才会盛产好马。听到这里，估计你也会会心一笑。所以我猜，这怕不是龟兹的马匹商人为了与大渊的汗血马竞争而精心策划的商业企划吧。玄奘接着讲道，据说龟兹以前有个王，叫金花王，因为他政治清明，很有智慧，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感动了池中之龙，因此龙族认可了金花王，并自愿化成坐骑，供金花王御龙驰骋。然而多年后，直到他与龙的缘分即将结束时，金花王却并不甘心，还想继续驾驭这条龙，便用马鞭触碰了龙的耳朵。龙顿时感觉受到了冒犯，便飞回龙池，退隐池底，再也没有出来。故事到这里远没有那么简单，真正的炸裂却是这群龙的第2个小爱好。由于城里没有水井，所以百姓们天天都要去大龙池里取水。可结果呢？池子里的龙化身成了花美男，趁着妇女们每天打水的机会，跟他们疯狂约会。激情过后，城里的妇女们生下来的孩子都有着远超常人的速度和力量，而且骁勇善战。这些龙族的孩子甚至可以徒步追上狂奔的烈马。久而久之，城里的人家或多或少的都发现自己和龙族沾亲带故，大家都慢慢的变成了一家亲。这群龙族混血简直就是天生的战士，一般的士兵根本就不是对手。因此逐渐的，他们倚仗着自己的力量，在城里为非作歹，无法无天，甚至开始违背国王的命令。金华王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把心一横，联合北方的突厥，把城里所有人不分老幼全部屠戮殆尽。
直到玄奘的时代，这个地方已经荒无人烟，彻底的被摧毁。就这样，一个龙城被永久的抹除在世间。或许你会觉得这个国王太疯狂，故事太魔幻，可这真的就只是一个寓言故事吗？其实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被隐藏在时间夹缝中的历史大事件。以下的内容是网友们的推测以及我的结论，我会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资料放在说明里，请有兴趣的朋友们自行评判。结论先行，梳理故事的整体脉络，提炼出关键词：金花王、玉龙、龙族、违背命令、突厥、屠城。我们不难发现，这实际上就是一场金花王勾结突厥、清洗内敌的政治惨剧，脉络清晰，动机明确。而历史上，金花王也并非虚构，而是曾经真实存在的人物。龙族后裔则倾向于是龟兹国内一个势力庞大、自奉为神龙后裔的贵族势力。龟兹国大多数为吐火罗人，他们本身就具有龙图腾崇拜的信仰，而金花王对这支日渐壮大的内敌心生忌惮。为了清除这支势力，保住自己的至高权力，他不惜选择了向突厥人借兵，发动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屠城。为了在历史舆论上留下干净的一页，金花王奉天屠龙的这则传说则应运而生。其实这本是一则争议颇多的传说故事，包括龙池和古城的位置都不太确定。故事的原文有2处关键点也无法自洽，大家听到的是经过我整理后的故事，但它的魅力就在于缥缈的传说下那残酷的真实感。或许有一天，当考古学家找到真正受难的古城，剥去黄沙，拾起那些龙族的白骨时，这一切才会被写入正史吧。在这片沙海中，神秘的传说似乎总是那么司空见惯，信手拈来。现在让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心情，来看看别的古国有关龙的故事。这次让我们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沿，还记得之前视频中聊到过的于田吗？那里是以玉石和丝绸闻名的西域佛国，我会把这期视频的内容附在片尾和说明里。这则故事说的是，在于田的东南方，有着一条养育着于田人的大河，灌溉、饮水基本全靠这条大河维系。它就是今天的玉龙喀什河。对一个沙漠国度来说，这就是生命之河。但不幸的是，有一天，这条河的下游地区毫无征兆地突然干涸。国王看到这个情况后十分惊恐，于是便询问一位有道的罗汉僧：这大河的水是我国人的命脉，今天突然断流，是什么原因呢？是我的国政不够好，还是我的德行不够高？怎么会有如此重大的天谴呢？罗汉僧回答说：大王治国没有什么问题，河水的断流和龙族有关，应该马上举行一场祭祀仪式。国王听后立即来到大河的上游，祭祀河中之龙。在祭祀的过程中，忽然有一个女人，身形曼妙，美丽绝伦，牵动着腰肢，踏着波浪而来。她对国王说：我的丈夫不幸去世，家中没了主人，我变得无依无靠，所以导致河水断流，农民失利。大王您
从国内选一位大臣配我为夫，河水将会继续流淌。国王恭敬地应允，并承诺随他挑选。龙女当场便选择了一位随行的大臣。国王回宫后，便对群臣们做思想动员。大臣是我国家的重要支柱，农民是大家的命根子。国家失去了支柱会有危险，人不吃饭就会死。危险、死亡这两件事，我该怎么选呢？那位被龙女选中的大臣离座，跪在了国王面前说：我长久以来没什么能力，却错误地担当了这个重要的职位，经常思考着要报效国家，但是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我被选中，我敢担当这份责任。如果是对百姓有利的事，又怎么会吝啬我一个小小的臣子呢？做大臣就是为了辅佐国家，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希望大王别再犹豫了，今后也希望您能为百姓修福，多造佛寺。国王听他这么一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吗？随即欣然答应，没过多久就修好了寺庙。于是这位大臣请求早点进入龙宫。我看他也确实有点迫不及待啊。全国的百姓、官员击鼓奏乐，吹吹打打，设宴为他饯行。临行时，大臣身穿着干净的素服，骑着白马，和国王告别，并且恭恭敬敬地感谢了全国的老百姓。随即驾驭着白马行入河中。他的白马走在水面上，居然神奇的没有下沉。等逐渐走到了河水的中央，大臣用马鞭划动河水，大河顿时从中间分开，形成了一条小路。大臣毫不犹豫地走上了这条路，河水瞬间收拢，复归平静。不久后，那匹白马浮出水面，马背上驮着一只旃檀大鼓和一封书信。信中这样写道：大王您不嫌弃我的身份低微，让我被神灵选中，愿您多多积累福报，利益国家和臣民。请您把这只大鼓安置在城的东南，如果远方有敌人入侵，这面鼓就会先发声预警。就这样，干涸的下游地区恢复如初。直到玄奘的时代，人们还在用着这条河里的水。但是岁月久远，龙鼓早已不复存在。以前挂鼓的地方，如今仍然挂着另外一面鼓，但是当年建造的寺院却早已荒废，连僧人都没有了。故事有些凄美，也有些莞尔。是不是你也希望被龙女选中，入主龙宫呢？先别想得太美。如果你当年真是这故事的主角，恐怕就没有这么乐观了。不信，我这就为你拆解拆解。这则故事背后，应该描绘的是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或许当年会确有其事，但绝不是你想象的和龙女双宿双飞。真相极有可能是一场活人祭祀。西域地区的气候干燥，即便是在古代，水源也是这里的生存命脉。每当发生大旱或者河道断流时，古人相信这是神灵发怒，引来了天谴，必须祭祀河神。透过河伯娶妻或者龙女所夫一类的说法，将活人沉入河中溺毙，
以换取水源的丰沛。而玄奘记述这则传说时，连当年修建的寺庙都早已荒芜，可见这则故事经历了多少岁月的修饰和美化，才能把强迫活人淹死描绘成自愿舍身报国的大义凛然。那么，屏幕前的你，是否还想乘着白马走上人生巅峰呢？好了，不知不觉我们这一期又快接近尾声了。丝绸之路上关于龙的传说还有很多，我们这一期只是冰山一角。你像《洛阳伽蓝记》里记载葱岭地区的毒龙，《大唐西域记》里的小沙弥变恶龙，以及阿波罗罗龙、牧牛人瞿波罗化龙等等这些故事，我们篇幅所限，这期只能选择2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讲给大家听。如果大家意犹未尽，愿意听这个类型的故事，就在评论区里告诉我，我会把其他内容整理之后播讲给大家听。视频中的所有推论都是我的一家之言，大家茶余饭后姑且听之。我不追求它是否正确，只求能给你带来一丝愉悦足矣。我是振三，真心的感谢您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